我叫袁修刚，那个是武当山峰派第15代传人。来武当山学习武当武术有28年了。以前来武当山之前，这个是学的这个民间拳嘛，是从7岁开始学民间拳。然后初中毕业以后，就去学少林功夫。因为从小就有风湿病，啊，这个一直想把风湿病治好。但是练了3年这个散打呀、少林功夫，然后这个风湿病呢就得到一些缓解，但是它隐藏嘛，隐藏我一直就是说想把这个病治好啊，也一直都觉得风湿病从小扎针、拔罐都很怕了，对不对？所以我想通过练武能不能把它彻底的治疗，所以我来武当之前就看了一本杂志，啊，说是这个武当武术这个什么内气啊，什么运行啊，对不对？那时候就对这个东西就是似懂非懂的嘛，然后就来武当。其实来武当那时候武当我们还不知道武当在哪里，不知道武当山在哪里，对不对？就突然到处问，对不对？是，然后就我父亲带我到这里来，就找这里来了。那这么多年，您主要练哪些功夫呢？最棒的是什么？我们属于是专业武术吧，专业武术我们是从基本功、主要的这个传术、器械啊，刀枪剑棍、太极、形意、八卦、气功，所有的东西我们都会学，啊，还包括我们的庙里面，进了庙里面去也住了3年，然后学道教一些文化啊，然后学道教一些经唱，这些东西我们都是必修课。那您现在最修的最棒的是练的最擅长的是什么？擅长我们说最棒最擅长也不好说吧，就是可能自己只有体会啊，只有体会。这么多年练功，其实我自己觉得到现在这个时候了，我觉得最受益的也可能就是这个道家的这种思想影响了我，然后武术可能我最注重的就是在太极养生这一方面。太极养生。对，太极养生这方面。太极养生，那您觉得您觉得太极和其他的太极或者是说武当的功夫最重要的是精髓是什么？我觉得它的精髓是，首先当然它有道家的这个哲学思想在里面了，是吧？它是一个和谐吧，应该，它经过练武以后，它能达到和谐，啊，这是我自己是有体会的，对不对？最大的收益也就是这个自己经过多年的练习以后，我觉得这个人啊与自然的这种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啊，这就是我的理解。所以经过练武术以后，以前我们年轻人说练武，那时候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时候，他这个练武就是练散打呀，就是拳打脚踢，对不对？他没有在思想上面没有得到升华。所以我们来武当以后，经过这样练习，我觉得，武术是真正的意义了。我个人理解，它不应该说是，存在是在拳脚上面了。它应该到一定的时候，应该就把它从肢体的运动，这个慢慢的，上升到这个文化，啊，然后最后就成为一种信仰，啊，那这个过程，这一辈子，对不对？这个你想丢也丢不掉了，对不对？它是慢慢的把自己这种精神体现出来了。所以那么，武术我们这个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说它以练为用和练为养，啊，我的理解就是说你，练武术你是什么思想？就打个比方，你来练武术，你有什么思想？如果你是强身健体、修心养性为主的，那么他就练为养，啊，你如果是想作为一个这个搞实战的这么一个运动员是吧？或者说你上擂台去搞竞技的，那么这个作为实战的话，那就练为用。所以他的训练方式不同，思想不同，他出来的效果成绩就不同，啊。所以我们最好的是什么呢？它也有养的成分在里面了，是吧？也有这个实战的成分在里面了。所以说看你自己的选项。我自己认为这个武术其实，不管你是练为养还是练为用，武术在攻防的基础上面了，对不对？再能把自己的思想提高一点，我觉得还是有帮助的，对不对？对自己整个人的生活素质来说，还是有帮助的。因为毕竟你最后你还去教人，还去育人，还去帮助很多这个世界各地来的这些年龄段不同的这些人群，那么你有帮助他们，
那年龄大了，你叫他去练打打杀杀，他也打不了，是吧？您昨天跟我说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您说武术其实是太极，然后就是说武当最重要的就是太极，太极是一种什么之道？就是一种修行。您能把这个再给我说说吗？太极有很多人来学习，他觉得首先第一个理解就是觉得太极拳，是吧？其实太极拳不能代表这个太极的这个哲学体系，太极拳它只是一套拳，只是太极体系里面的一套拳法。如果真正太极要去理解它，去，没事，我没跟你说，您说。真正太极拳要把它，对吧？你去理解全面一点的话，你要从它的这个体系，是吧？去理解它，去深入的去理解。太极不是一套。太极是一个拳系，它是无极而生。无极是什么呢？无极它就是一个道家这个修仙之间，对不对？就是修炼啊。然后再到太极拳，它是把阴阳合为太极嘛，啊。然后再就是分开，我们讲阴阳分开为两仪嘛，对不对？这个时候可能是从单纯的这种进攻静极生动，然后演变成太极，这种动作缓慢，对不对啊？这个动静结合的这种东西，然后再到这个两仪分开之象，所以它有这种爆发力了，对不对？所以它从一个很静的这么一个状态演变成这么一个动静结合，再后来爆发，所以它是一个拳系，对不对？那这个拳系要掌握，对不对？我们练的时候是这一套东西都有学习的，它不是说你学一套拳不是说你学一套拳某一个动作拿出来去运用，对不对？那只能说是在技击上面，然后在对拳的这个它的中心这个核心里面的这种拳的这种哲学，它还是整个体系都有去完善，对不对？您说这个那个其实就是练武，其实就是修行，就是把不可能的变成可能的，把不能包容的变成包容。你能把这个话再给我说一遍吗？因为现在来学习这个武当武术的这个人群，然后他的年龄段都不同，对不对？他的这种思想、他的追求和他想学的东西都不同。大部分的这些学生，他基本上来就是想找到一个身心平衡的这么一个点，对不对？那么我们就让他首先什么呢？从形体的练习，对吧？来树立他自己对这个传输的这个自身的这种信念、这种毅力。那么让你平常时在不可能的事，是吧，变成可能。就打个比方，就是说你现在我们叫学生去压腿，对吧？就是那个正压拿出来正压，我把你身体的这种柔韧性，就是下巴，所以说拉到脚尖，就是你说不可能这个东西，然后你手也摸不到，你的手都摸不到你自己的脚尖，你怎么能下巴去挨到脚尖呢？对不对？那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我们就是给他什么呢？首先如果这种信心不给他树立起来，那么他就很难达到。所以我们就给他产生一些训练的一些方式，对不对？让他不可能的东西变成可能，那这个时候他信心就有了，对不对？那是从形体上面来训练，来磨练他。然后第二就是什么呢？就是在接受的东西他接受不了的。打比方他师兄弟两个人一个房，来自不同的国家，他可能有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生活习惯，那么他就会发生一些矛盾，对不对？当他们这个矛盾发生的时候，那么我们会就跟他讲，对不对？如果说一个人，我们不是学习这个道家武术嘛，对不对？那道家武术的内家传，首先应该是，有容乃大嘛，乃大嘛，对不对？海纳百川嘛，舒怀若谷嘛，讲的你道德经每天背，你讲的这东西不就这个吗？那又到你身体力行的时候了，你是不是从这个太极里面能把它日常生活里面把它体现出来呢？是吧？我说，当你在抱怨你的这个宿舍舍友的时候，你师兄弟的时候，影响了你的休息的时候，然后你没有找到自身的问题，对不对？他为什么会相冲？我们讲的是一个气场的问题，一个能量问题。你给他讲气包容，可能他理解不了，对不对？他可能理解不了。那么我们从这些训练方法，让他慢慢去体悟。如果说你连你自己一个师兄弟你都包容不了，你怎么还去包容别人？怎么可能包容别人？然后你这个拳就是学了以后，你出去教拳，你怎么样去帮助别人？如何让人家感受你这种能量场？是不是
去让人家达到这种平心静气的这个过程，对不对？这个是很重要的，你必须要经过这种训练，让自己能真正的有包容性，对不对？海纳百川，虚怀若谷，然后你才可以去感染别人，是吧？这虚怀若谷在这个太极功夫里很重要吗？很重要的，很重要的，是吧？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太极拳里面，现在很多人说这个太极，他们来觉得这个太极有一部分的人啊，他觉得这个太极可能就是最厉害的这种技击，对不对？是吧？所以说这个传术它本身没有好坏之分，对不对？它只能说有这个人专注不专注，是吧？你练的思想，你的思想是什么，你产生的出来的这种效果就不同。所以我们就给他讲，我说真正的好的这个战术谋略都是上边伐谋嘛，对不对？上边是伐谋，对不对？其次是伐交，对吧？在其下就攻城，对不对？那是不得法的，不得已了嘛。所以说我们在让他去体会这种包容虚怀若谷，或者其实有包容心的这种过程之中，然后又用实修实证来让他体会体悟。怎么办呢？就是说让他师兄弟两个人，就是说两个人一组，是吧？那么用这个拆招位招，用推手的这种方式，让他慢慢的去感悟。当你在别人在发力，或者说在对你进攻的时候，你能把他那一招给他化掉了，你化掉了，你这种心情很舒畅，对不对？很舒畅。他不跟你说你直接上去就把人家打一拳，对不对？那一种拳你感觉很爽，但是事后你不会很舒服，对不对？你不会很舒畅。但是人家在攻击你的时候，不战而屈人之兵嘛，对不对？我要把你化掉你，然后再制服你，那这个心情就很舒畅，对不对？自己也很舒畅，给人家也很舒服，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太极拳里面的一个贵化不贵抗的这么一个，对不对？一个中心思想，所以让他这样去体悟。